来自广东的一支登山队正在攀登一座雪山，结果途中发生致命事故，最后只有2人撤回了山下。紧接着，一支来自北京的9人探险队又上山了，他们也想征服这座雪山。途中，几人遇到了前面广东队一名遇难者的遗体，但这些人没有理会，他们决定继续攀登，而另一场灾难也即将出现。大家好，我是申眠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之一——玉竹峰山难。我将按时间线对这起事故进行讲解。玉竹峰为昆仑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一个热门登山地，峰顶海拔6178米。具体位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玉树州的交界处。玉竹峰北侧是宽广平坦的西大滩，平均海拔4300米。南侧的高山草甸带则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跟周围的山峰一样，玉竹峰终年积雪，冰川纵横。这些冰川多为悬冰川，也就是雏形期的冰川。玉竹峰北坡的地形陡峭且复杂，具有冰裂缝、冰塔林、冰陡坡、韧性山脊等种种地形，因此从北坡登顶需要更多的冰雪技术和登山技术。相比之下，南坡的路线更加清楚明了，坡度也更缓，路线全长4057米，从山脚到峰顶的高度差约1125米，对攀登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因此玉竹峰南坡也就成了所谓的入门级山峰。许多人认为，只需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耐力，掌握基本的登山知识，准备好所需装备，就可以尝试攀登玉竹峰。一些商家也不遗余力地对外宣传，称它比较适合登山初学者，说玉竹峰应是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而这种认知偏差和营销宣传，导致许多人都低估了其危险性。比如高反，南坡大本营的海拔就有5050米，峰顶更是高达6000多米。许多人到这里都无法适应高原反应，甚至会出现喷射状呕吐，这对于登山者的体能会是一个极大削弱。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天气。玉竹峰地区属大陆型气候，全年降雨量仅200毫米，可在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受高空对流气流的影响，其降雨量高出山前地带数百毫米，年平均气温零下5度，极端时气温可达零下30度。但最危险的还是山上的天气小周期现象，通常早晨天气还很好，到了中午可能就会出现暴风雪，甚至是10级以上的大风，人在上面很容易迷路或者发生滑坠。这种现象在南坡更为明显。玉竹峰适合登山的季节一般为5月到9月，而最佳的是6月或者是8月底9月初，因为5月的风还很多，7、8月雨水较多。而我们本期的故事就发生在风比较多的5月份。2000年5月3日下午，广东绿野户外休闲探险登山队的5人来到玉竹峰南侧大本营，他们准备为2天后的攀登做适应性训练。这些人是通过网络论坛组在一起的，所以相互间并不熟悉。他们在青海登山协会报备过，同时还聘请了倾斜的高成学做后勤。5人分别是王涛，男，31岁，深圳人，从事 IT 行业；邝君勇，广州人，队伍里唯一的女性；周红俊，男，31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名职员；张伟峰，男，广州人。最后一个是领队马瑶，男，广州人，自称有过7次登顶玉竹峰的经历。除领队外，剩下的4人都是登山初学者，他们没有过任何的雪山经验。5月5日，他们按计划将装备物资运到海拔5600米处的 C1 营地，后勤高成学则留在山下大本营。他们没有卫星电话，沟通全靠对讲机。从大本营到 C1 营地冰雪很少，坡度也比较缓，所以这一路难度不大。他们一边吸氧一边沿山脊往山上运物资。当晚5人在 C1 营地扎营休息。5月6日中午，众人正式开始冲击玉竹峰顶部。从 C1 营地到顶峰的路线较长，路上一些地方还会有亮冰。虽然整体坡度不超过30度，但行军依旧很消耗体力。正常情况下，这段路需要4到5个小时才能走完。这时山上的气温在零下15到零下20度之间，能见度不错，微风。下午3点左右，众人接近峰顶，因为每个人的体力有差别，所以他们的队伍拉得很长。王涛与邝俊勇相连，分列第1、2位，2人距离峰顶仅剩100米左右。第3位是周红俊，他在王涛2人身后200米。然后是张伟峰，排最后的是领队马瑶，他距离张伟峰约80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多再有1个小时，5人就能全部到达峰顶。可就在这时，风雪骤起，山上出现了小周期天气。领队马瑶觉得形势不太好，于是他就一边打手势一边喊话让他们下撤。离马瑶最近的张伟峰因为体力不好，就听从他的指令往回走。
但排在第3的周红俊却说，如果今天不登顶，这次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决定继续往上爬。最前面的王涛与邝俊颖则没有任何回应不知道他们是跟周红俊的想法一样，还是没有听到领队的命令。从这一刻起，队伍分成了2组，王涛、邝俊颖、周红俊继续冲顶，而张伟峰与领队开始往 C1 营地下撤。可2人走着走着，山上的风从4、5级瞬间涨到了10级左右，黄色的风沙混合着风雪忽然拔地而起，就像猛烈的沙尘暴一样到处肆虐。马瑶与张伟峰赶快用冰镐在雪地上挖了一个坑，他们在里面躲了1个小时左右，风才慢慢减弱。2人从雪坑出来后，赶紧往上走，查看另外3人情况。可他们一直找到5800米，也没有发现1个人影。领队想，或许他们也挖坑躲了起来，因为山上的风依旧很大，再往上找会很危险。于是2人就放弃寻找，撤回了 C1 营地。之后，他们在营地点起篝火，等待着。但1夜过去了，那3人还是没有回来。5月7日一早，马瑶又出去找了一圈，但还是一无所获。他就认为那3人可能已经死亡，或者是从北坡下去了。之后，他就带着张伟峰准备下山。临走时，领队马瑶撤掉了 C1 营地，带走了所有睡袋和食物，甚至把另外3人的背包也扔到了雪坡下。而他这样做，又间接害死了1名队员。对于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后来马瑶解释说，就算自己不撤帐篷，也会被风吹走所以就不如撤了。回到大本营后，马瑶带张伟峰、高成学准备返回格尔木。这时，他们碰见了另一支登山队——北京 K2 探险登山队，又称凯图队。他们共有9人，也是来登玉竹峰的。但这些人并未在青海登山协会登记过，属于违规登山。青协的高成学劝他们不要上去说上面的天气很差，而且广东队已经有3人失踪。可北京 K2 却没有听进去，他们觉得等自己上去后，可能天就好了。无奈之下，高成学就委托他们上去后帮忙搜寻失踪的广东队员。可北京队并没有要帮忙的意思。随后，广东队的3人离开。第2天凌晨3点，也就是5月8日，广东队3人回到格尔木，他们向格尔木市政府进行了汇报，并请求当地政府能帮忙组织搜救。当天晚上，领队马瑶又返回玉竹峰，他再次请求北京 K2 上山后帮忙搜寻。随后，马瑶等人返回格尔木。5月9日，接到消息的青海省登山协会等部门立刻组织人员赶往玉树峰搜救。因为广东领队怀疑3人从北坡下去了，所以搜寻是从北坡开始的。同一时刻，北京 K2 还在大本营做适应性训练。前面我们说了，北京 K2 这支队伍共有9人跟广东猎队差不多，他们也是自由组合来的。北京 K2 的领队叫刘雪鹏，男，24岁，有过2次登顶玉竹峰的经历，自称经验丰富。然后是队长董志宏，男，22岁，跟领队刘雪鹏是校友。此前他曾跟刘雪鹏从北坡登顶过玉竹峰，整支队伍中也只有他俩有过雪山攀登经验，剩下的7人全为新手。他们分别是张宇，男，22岁，副队长，南京大学地质系大四学生，北京人，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王海亮，男，45岁，北京佑安医院的外科医生；高长明，男，55岁，北京焦化厂工人，9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宾宇丹，男，31岁，广西柳州人；于鹏朝，男，28岁，北京户外运动爱好者；戴维，女，30岁，队伍中唯一的女性；任宇坤，男，33岁，浙江杭州人。4月份，他跟随北京3美登山队攀登过玉竹峰北坡，但是没能登顶，所以他又在半路临时加入了北京 K2 队，希望这次能完成自己的登顶计划。任宇坤几乎没有任何高山装备，但他却是队伍中登顶意愿最强烈的一个，原因是他的生日正好是那2天。他们交给领队的费用主要包括3个部分：队员的路费、食宿费，带队人员的路费、食宿费，公用装备磨损费。每个队员是个人装备的多少，分别交了3500到4500不等。5月9日下午，9人将装备运到 C1 营地后开始休整。就在这时，他们在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具遗体，那是广东队的3名失踪者之一王涛，距离广东队之前的 C1 营地只有50米。王涛呈半蜷缩状，横卧在雪地与裸露山脊的交界处，他右手在身下，左手举例，没有手套。从内部皮肤柔软程度推测，王涛死去的时间应该还没多久。后来救援人员推测，王涛在与队伍失散后，很可能在山上挖雪坑过了一夜。5月8日天亮后，他开始往 C1 营地下撤，可能是因为遭遇了冻伤，一路上他都是凭借意志力爬着前进。可当他历尽艰辛爬回 C1 营地后，发现营地没了前面我们说过了，是被他的领队马瑶给撤了。王涛在绝望中被冻死在了雪地里。从王涛录像机里的内容发现，
原来广东队的王涛、邝君宇、周红俊三人，也就是失踪的3个，都成功到达了峰顶，但下山途中却因为暴风雪走散。检查完王涛的情况后，北京队几人将他的一些物品收集起来并拍照，准备下山后交给广东领队马瑶。之后他们就没有再管王涛的遗体了，甚至也没有用东西去遮盖一下。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上午8点半，北京 K2 队正式开始冲击峰顶。按原来的计划，带队登顶的任务由队长董志宏负责，领队刘雪鹏则留在 C1 营地负责指挥。同时，没有任何高山装备的任玉坤也在 C1 营地内，他要等其他人下来后再借用别人的装备上去。但上山的7人还没爬多远，年龄最大的高长明就因为严重高反不得不放弃，领队刘雪鹏上去把他接了下来。任玉坤趁机用高长明的设备加入了登山队伍。可谁知道爬了约1/3左右，队伍中的戴维和于鹏潮也因为高反撑不住了，于是队长董志宏就把他俩也送回了 C1 营地。因为再爬上去时间已经来不及，所以临走时董志辉就把对讲机和路线图交给了另外4人，剩下的4人几乎没有任何雪山攀登经验，可他们却信心满满，就跟放羊一样，让他们自己冲。这时不管是领队、队长还是山上的4人，都把冲顶放在了第1位，安全放在了第2位。下午2点，刘雪鹏按约定让4人下山，但那4人觉得马上就要到顶了，放弃实在太可惜，所以就跟广东队失踪的3人一样，他们也是谁都不愿听。在他们心里，这是登顶大于一切。领队刘雪鹏只得妥协，但要求他们到3点20无论如何都要下车。接着，因为高长明的高反变得更加严重，领队刘雪鹏和队长董志宏只得一起扶他下山去大本营。这时 C1 营地内只剩2个因高反变得十分虚弱的戴维和于鹏潮。临走时，领队刘雪鹏把对讲机留给了他们，可这2人根本不会用。下午2点40分，山上的4人爬到了5900米，距离峰顶仅咫尺之遥。但他们又遇到了跟广东队类似的情况，山上突然狂风大作，没多久，整个东昆仑山脉几乎全被笼罩在一片巨大的云层里。眼看天气越来越差，4人不得不放弃冲顶，赶紧下撤。出于安全考虑，下山时他们依旧用绳子把各自连在了一起，而这样做也直接导致了灾难的发生。4人在经过一处陡峭冰面时，副队长张宇突然脚下一滑，然后另外4人被他拉着开始在斜坡上滑坠，这一滑就滑了将近200米，最后遇到一个缓坡才停了下来。在下滑途中，45岁的医生王海亮不慎被自己的冰镐砸中头部，他的精神变得极不正常，一直在说胡话，并推搡任何试图靠近他的人。因为对讲机联系不上 C1 营地，下午3点20 3人决定由任义坤和张宇留下来照顾王海亮，冰雨丹则独自返回 C1 营地求救。这时山上的风雪还不算太大，他们甚至还能看见 C1 营地的帐篷。大约50分钟后，冰雨丹回到 C1 营地，可他发现这里只有于鹏潮和戴维，他们3个根本没有能力上去施救，冰雨丹只得在那里等领队回来。可这时山上的暴风雪越来越大，到下午5点时，风力已经涨到了7、8级，能见度不足2米，气温零下30度左右。张宇和任玉坤明白，再待下去他们可能都会死在这里。这时 C1 营地的冰雨丹用对讲机联系上了他们，但信号不太好，声音断断续续的。冰雨丹最后说，如果你们听得见，那我告诉你们，领队现在不在 C1， 也没有人能救你们了，你们自己做决定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宇和任义坤试图背王海亮下山，但他们很快发现行不通，因为王海亮不仅躁动的厉害，人也又高又壮，再加上暴风雪，他们根本走不成。无奈之下，2人只得丢下他自己离开。临走时，他们为王海亮挖了个雪坑防风，并留下大部分的食物和物资，之后又把他固定在冰镐上，万一他清醒后可以自行下山。下午5点40分，张宇和任义坤一同下撤，但下坡时可能是被折腾的实在太累，任义坤居然开始坐着往下滑。在登山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宇就开口提醒他，可谁知道这时一阵狂风吹来，等张宇的视线恢复后，发现任义坤已经不见踪影，他很可能是被吹到了山坡下。因为这一变故，张宇惊慌地失去了方向感，更糟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一只手也被冻得失去知觉。随着天色逐渐变暗，张宇不敢再往前爬了，他拼尽全力挖了个雪洞钻进去。那一夜他几乎都在唱歌，不敢入睡，因为他怕自己睡着再也醒不过来。当天晚上6点，领队刘雪鹏终于赶回 C1 营地，他得知情况后立刻出去寻找，但很快又被将近10级的风雪给打了回来。5月11日凌晨3点，刘雪鹏又去找了一次，但依旧是没有找到。
就这样 C1 营地的3人熬到早上7点多，突然他们听到帐篷外有人在呼救。他们出去以后发现是张宇。张宇几乎复刻了广东队王涛的经历，他在雪坑内躲了一夜，等天亮后才开始往 C1 营地赶。可因为他四肢严重冻伤，所以全程他都是爬着回来的。在后来的治疗中，除了左手大拇指外，张宇剩下的9根手指和10根脚趾全因为冻伤被截掉。但相比王涛，他还是幸运的至少他爬回来时营地还在。因为 C1 营地有4名伤员，领队刘雪鹏几乎耗尽了体力，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上山搜寻。刘雪鹏判断，经过这一夜的狂风暴雪，重伤的王海亮和2次滑坠的任宇坤几乎不可能活下来，所以他们决定立刻下山先把眼前的人救下来再说。同一天，王涛遗体被发现的事终于通过其他登山队传到了救援队那边，救援队赶快前往 C1 营地确认，结果路上得知北京队也出事了。5月12日，新疆赛龙登山队的唐山等人上山处理王涛的尸体，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骇不已。只见一群乌鸦正在王涛的身体上不停啄食，唐山立刻赶走乌鸦，但王涛的脸已经被啄得面目全非。唐山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并进行简单的掩埋。这件事也导致救援队对北京 K2 的领队刘雪鹏极为不满因为如果他当初对尸体简单处理一下，那王涛的遗体也不会遭到破坏。接着在南坡东侧，北京 K2 队王海亮医生的遗体被找到，海拔约5450米，王海亮斜躺着，面朝坡面上方，冰镐斜插在胸前，小腿被结组成捆绑。之后北京 K2 的任宇坤也被找到，海拔约5440米，距离王海亮非常近，两人的水平距离只有30米左右。任宇坤比王海亮低了10米，他身上的冰镐、手套全部脱落，但冰爪、安全带等齐全应该是因为他坐着下滑，结果被风吹倒，然后发生滑坠死去的。5月15日，由于天气恶劣，搜索行动被迫停止。5月20日，第2次搜寻开始，搜寻的主力由青海登山协会变成了中国登山协会，总指挥为国家登山队队长王永峰。值得一提的是，王石也参与了这次救援没错就是那位万科的董事长王石。此外，广东绿野的领队马瑶以及北京 K2 领队刘雪鹏也参与了进来。5月21日上午，救援人员准备对北京队的王海亮、任宇坤的遗体进行合并掩埋。在这个过程中，救援队的曹俊与北京 K2 领队刘雪鹏爆发了一次冲突，起因是刘雪鹏在拖任宇坤遗体时，导致遗体出现了翻滚。曹俊认为他毫无敬意，说他应该把任宇坤背到墓穴。刘雪鹏反驳说，曹俊全程站在高处观看，一点忙也不帮，自己当时已经连挖2个墓穴，再加上多日未休息，根本没有力气背任宇坤。遗体在坡面上翻滚也是意外，并非他没有敬意其实救援队和领队这边在刚见面时就有过冲突只不过那一次是王石与 K2 的队长董志宏，结果是董志宏遭到了救援队群殴，所以整个搜救过程中双方都憋着气我们继续来说回救援，冲突这块等一下再说。当领队刘雪鹏将2名队员埋葬完毕后，刘雪鹏跪在坟前哭了很久他这个应该是真心的，因为不管是救援队还是刘雪鹏的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5月21日中午11点左右，广东队的周红俊遗体在海拔5350米的冰川与碎石坡的连接处被找到，他头朝坡的上方，毛线帽拉到眼睛以下，没有手套，双手缩在袖筒里，没有冰镐冰爪。很明显，滑坠到这里时他还活着，很可能是经历了滑坠、冰镐冰爪丢失，然后顺着冰川走下来的。但周红俊后来发现走错了路，到了冰川底时，他感觉特别累，想休息，于是就用帽子遮挡阳光，结果睡着后因为失温再也没醒过来。2个小时后，最后一名失踪者广东队邝俊勇女士的遗体在5730米的斜坡上被发现，她头朝东水平仰躺，高山靴不见踪影，冰镐仍扣在手中，毛线帽和左手手套脱落在上方。因为她的遗体位置不是很舒服，也不稳定，所以救援人员推测她可能是滑坠后就一直没有醒过来。至此，广东和北京队的5名失踪人员全被找到并确认死亡。而根据山难中常用的处理办法，他们的遗体都进行了就地掩埋。可因为王涛的父亲想亲眼看看儿子的遗体，所以救援队又把王涛从 C1 营地挖出来，然后历尽艰辛抬到了玉珠峰山脚，最后被重新安葬在南冰川冰舌东侧的一片高地上。据救援人员说，整个过程中王涛生前的领队马瑶都没有帮忙。当王涛被再次掩埋完毕后，马瑶这才走到坟前下跪，但随后他就遭到了群殴。在这次救援中，
救援方和2个领队之间始终充满着情绪，一边觉得都是这2个领队造成了事故发生，还缺少礼貌，而2个领队认为对方官价太大，站在道德制高点故意抹黑。冲突这一块就不再多说了，里面主观性的描述太多，我把这些文章整理在一起，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现在搜救结束了，但这搜救的费用谁出呢？据统计，这次搜救共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左右。青海登山协会规定，费用需要由遇难者家属承担，部分家属因此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认为管理方也应承担部分责任，理由是管理方在审批、监管和救援方面存在问题。紧接着，广东队3名遇难者家属又将事故中广东猎队领队马瑶告上了法庭，认为他应负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对于控告的结果，我在公开信息里没有查到，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里说一下。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究竟是哪些问题导致了这场严重事故。第一个，天气突变和地形风险，这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前面已经讲的比较多了。第二个，团队决策与管理失误。首先是冲顶时机与指挥失效，2队出发时都是磨磨蹭蹭的，导致未能在天气恶化前完成登顶。在天气开始恶化时，领队下达下撤命令，但2支队伍的队员都是不听，也凸显了领队的威信不足。然后是营地撤离与接应缺失，主要指广东领队马瑶撤掉 C1 营地的事，这一行为也被登山界批评为违反国际登山惯例。2个领队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我们就不再细说了。第3个是经验与体能不足，2队14人竟只有3人有雪山经验，个别人体能不足导致与大部队脱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登山时间过长，没有避开恶劣天气。第4，救援机制与信息滞后，比如登山队缺乏卫星电话等设备，导致人员失踪后无法及时向外界求援，延误了黄金救援时间。第5，救援力量薄弱，当时青海省缺乏专业的高山救援队，以至于要调用国家登山队的人，等他们召集人手并赶到时，遇难者已无生还可能。这5项总结下就是：极端天气是直接诱因，团队决策失误是核心原因，人员经验不足、装备不足和救援滞后加剧了悲剧的严重性。事后，玉竹峰等入门级山峰加强了营地管理和气象预警系统，但你以为此后玉竹峰就没事了吗？就在3个月前，也就是2025年4月13日，又有4名初级登山爱好者在没有报备的情况下私自登山，而且走的还是东南侧一条未经验证的野路。结果当天气恶化时，其中3人一个一个掉进了500米深的冰缝中。不同的是，这次没有领队来背锅了，因为这4人连专业的向导都没有聘请。一些登山专家指出，玉竹峰所谓的入门级标签极具误导性，尤其是南坡东南侧冰裂缝密集，实际攀登死亡率 1.2%， 这远超同类山峰的平均水平。其实高海拔登山的危险并不在于高度，而在于登山者对规则的漠视与对自然的轻慢。如果忽略这一点，那就没有资格被称作勇士，而应该被称作莽夫。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